从韩国回来以后呢，就非常的疯希腊优格，所以呢，我今天要来做希腊优格，复刻那个 Totoli 的。然后呢，顺便跟大家说一下，这两个我都用了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比较好用，就是因为这个它有那个加压的工具，所以呢，它的希腊优格真的会比较凝固一点点，然后这个没有，这个的话它是没有的，所以呢，它就只有把那个水分沥得很干净这样子。我觉得比较没有那么凝固的感觉，可以看自己的喜好去挑喜欢的工具。那我现在要来做希腊优格碗，这里有之前做好的，我先放进去。顺便跟大家说一下，我这一桶它是976克，然后做起来就是这样子的希腊优格，真的变得非常的少，然后会非常非常的凝固。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这样子的量变成这样子，然后这个乳清是非常好的东西，可以留下来腌肉之类的。韩国的那个有加果酱，所以我一样加一点点果酱。放入蓝莓，然后用我在Blue Bottle 买的 Granola， 感觉很赞哎，它有一点点的椰子香。我自己私心想要再加无花果，然后我没有蜂巢，所以呢就用蜂蜜替代。复刻完成，真的太漂亮了，一定要先拍照一下。我觉得 Blue Bottle 的这个 Granola 真的有一个椰香很明显，脆度是我吃过的 Granola 里面算是中中的，没有到非常的脆，但是它有脆。然后这一碗吃起来非常的像在Totoli吃的，好，心情好好哦。
麻药饭卷完成啦！好想念，好想念，而且一定要沾这个酱。跟广藏市场的味道一模一样，我的天哪，超好吃！就是可以吃到黄萝卜的脆，然后红萝卜的甜，跟这个酱的那个香气，超赞！我后来呢又换了一个盆子泡，然后就是要把它泡到整个肉都变成这样子白白的感觉，这样就是泡好了。然后呢，跟大家讲一下，正常都会用这种排骨，就是像这一种的排骨，但是因为我妈妈她喜欢吃这个，所以她还是会买这个给我放。然后你在泡这个肉的过程啊，你可以看到水很脏，你就换，一直换到它整个水都已经变得比较干净为止。然后我现在就可以开始来煮了。我自己的习惯呢，会放这个黑胡椒粒跟月桂叶进去，但是为了等一下可以就是比较好挑出来，所以我都会装到这个里面，就是卤包袋里面。我真的很随意的放量，没有一定要放多少这样子。加几片月桂叶进去。大酱呢，可以放2种大酱进去。这一种大酱它是比较那种酱缸腌的那种，就是比较传统的大酱。然后我在全联有买到这个，就是里面是鲫鱼做的那种小鱼干做的那种大酱。那我2种都会放，这样子味道会比较丰富。因为我看那个有的人是这样做的。那接着呢，就等它滚，大概滚个1个小时左右，我们就可以来继续再煮别的东西。这边是第2次煮的时候要放的食材有，葱白的段，然后跟蒜末，还有洋葱，然后跟马铃薯，我已经削好皮了，然后现在泡水，防止它变色。再来呢，就是后来装饰的会有葱绿段跟金针菇，可以选择要放不放，然后也可以加年糕之类的东西。最后可以再煮泡面，我等一下会拿泡面，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芝麻叶要记得，对，我等一下去采紫苏叶，然后可以加一点点的青阳辣椒，但是因为我没有新鲜的嘛，台湾没有青阳辣椒，所以呢我就放干燥的。
抓一些，等一下装饰用。接着呢，要放这个紫苏紫粉，但是这个的话呢，大家可能要在虾皮上面买。我是在韩国带回来的，然后如果没有的话，虾皮上面有卖，大家可以搜紫苏紫粉就会有了。紫苏紫粉是马铃薯排骨汤的灵魂，所以一定要加，不可以不加。再来呢，就是白老师有说，如果你想要吃到外面店家的那个味道，可以加一些牛肉粉或者是调味粉。然后我选择的是加这种红达喜，其实吃起来差不多。这样子再让它继续滚20分钟就可以咯。接着来说一下这个菜干，这个菜干我是在韩国带回来的，然后它已经是煮过以后的，所以我等一下稍微洗一下，最后放进去就可以了。那如果没有菜干的人啊，你可以去买白菜，先用盐水烫过以后，然后把它冲冷水之后挤干，再放进去。我觉得其实吃起来是差不多的，就是如果没有菜干的人可以这样做。煮好了以后呢，就可以放到桌上，然后把菜干摆上去。刚刚有说，如果你们没有菜干的人，可以直接买那个白菜烫过，把水分挤干就可以了。然后摆上刚刚切好的葱绿跟辣椒，放上菇。跟很多的紫苏叶，这样就完成咯。这样子马铃薯排骨汤就完成啦。然后可以先吃一吃，以后再加泡面进去，或者是你要加年糕、面疙瘩都可以哦。然后可以加一点点的胡椒粉。一点点就好了。他说不可以太多，白老师说的。这边加。
拜。